永相令也带人去给长宁殿重新挑选了陈设，王后却有异议，这是为何？芈月不仅是臣妾的应试，更是臣妾的亲妹妹，臣妾与她一向亲近。如今芈月有了身孕，理应住到交房殿，由臣妾亲自照顾。大王却让她到唐夫人的长宁殿。知道的人会说，唐夫人为人稳妥，大王考虑周全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臣妾容不下自己的亲妹妹，硬要把她赶到唐夫人那儿寄人篱下呢。那依王后之意呢？交房殿是后宫最大的殿宇，正殿由臣妾住着，东偏殿由孟昭氏和景氏住着，可西偏殿整个都空置着。与其让芈月去打扰唐夫人，倒不如让她搬到交房殿来。寡人只是想，荡儿还小，又有那公子壮需要你随时照应。他不是你亲生的，相处起来可能不容易。大王放心，这些事都是臣妾的分内事。只可惜那公子壮与荡儿相差太多，弄得荡儿总是一个人在交房殿里孤单单的。若有了芈月的孩儿，两个人可以相依相伴，一同长大。王后如此识得大体，体贴贤良，就照王后说的办吧。谢大王。我要木头小人打架！我要木头小人打架！让小人打架！荡儿，怎么了？受什么委屈了？告诉我，你想要什么？我要木头小人打架！这是怎么了？这木头小人是玳瑁姑姑从宫外买来的，做的精巧，还会打架。公子喜欢至极，用小刀破开了小人的肚子，想看看里面是否藏有小鬼。结果木头小人碎了，再也不动了。这孩子，荡儿乖，莫恼。婆婆给你做枣泥糕吃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我要吃枣泥糕，我要让木头小人打架。荡儿乖，母后再让玳瑁姑姑再去买几个小人啊。既然这样，玳瑁姑姑，明日你再去宫外叫那个匠人再给荡儿多做几个小人，他要多少斤就给他多少斤好了。是。荡儿，没事了啊。玳瑁姑姑再去给你拿几个小人。好。怎么样？看看我这桃仁，这是我店里的好东西，做的特别的精致，怎么样？来一个啊，都是我自己做的啊，这有点意思。我向你打听一下啊，先前我记得在你这儿买过一对会打架的木头小儿啊，拿回去家里公子喜欢，想再买几对。早就没有了。你以为那是一般的小玩意儿啊？相传那是鲁班的弟子偷艺学的，你能买到一对，那是天大的运气啊！你可知那弟子的下落？那种人，那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没准早就驾鹤成仙了。哎，你再瞅瞅这些小玩意儿，有没有喜欢的？挑一个吧。啊，新鲜的果子。姑姑，姑姑跟我来。姑姑，2月有余，你让子歇望眼欲穿。公子歇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此事难办。月儿可看了我的书信？姑姑还没有给月儿。我把信给烧了。姑姑怎能如此狠心？只是你这封信来得太不是时候了。姑姑，子歇等你的回音，食不知味，夜不能寐。你为何不能成全子歇？不是我不想成全你，是太晚了。我望月儿咫尺之间，月儿望我阴阳之隔。我让她知道我还活着，有何不妥？你最好让她以为你已经死了，这样对她最好。我曾经听她亲口对奎姑说，世间再没有以往的芈月了。我不信，月儿她不是那样的人。我要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？实话跟你说吧，她有了身孕，怀上了大王的孩子。
芈月忘记吧，只当过去是一个梦。抱歉。新鲜的水果啊！自家编的。来这儿呢啊！好了，再见啊！刚摘的啊，看一下。你可看清楚了，那真是公子歇，绝无差错。奴婢在楚国时跟公子歇见面又不是一次两次，音容笑貌一望便知。黄歇还活着，那这些年他到哪儿去了？为何现在才现身？奴婢跟着他走了很久，最后见他进了雍府。雍府？哪个雍府？就是咸阳城内大名鼎鼎的雍瑞的府邸。雍瑞，就是坊间传说的那个嬴夫人的枕边之人。正是，不知是否与嬴夫人有关。大王好像很器重他。就算大王念旧情，雍瑞是谨慎之人，也会因为大王与芈月的缘由，对黄歇这种人心生忌讳，避嫌远移。奴婢猜测，那黄歇并未用其真名。对了，他进雍府的时候，奴婢听旁人称他公子倩。公子倩，公子歇，遇事真言半遮面。这下太好了，芈月的把柄抓在了我们手里。身为宫眷与人偷情，这是妄剐千刀的大罪。若让大王知晓，定不会轻饶他们。姑姑这话可动脑子。你方才说公子歇要女医治转达芈月，他还活着，被女医治拒绝了。这就是说，芈月并不知道公子歇还在世，且与他咫尺相隔，这偷情之罪如何而来？公子歇救护迎亲车队，身陷绝境，死而复生，可喜可贺。大王又为何要责罚于他？此事体大，不可轻举妄动，我得好好想想。奴婢只记住微后那句话：芈月不除，必成心头大患。芈月已搬入交房殿，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，王后千万不要错过机会呀！芈月今日搬入交房殿，我得去看看她安顿的如何。是，奴婢随你去。姑姑就别跟着了。姑姑直肠子，眉眼里全都是话。芈月是聪明人，我可不想让她心生猜疑。算了，我晚上再去。另外，今日的事，对谁都不可泄露。是。